你平時去飲茶，冬天去打邊爐，街邊篤魚蛋，最中意聽阿媽或者朋友講一句：趁熱食，凍咗就唔好食。大家睇吓，今晚出爐嘅湯出晒煙，吹兩啖就擺入口。但麻辣燙底加肥腦，點少少沙爹醬就直接吞落肚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熱食唔辣嘴就等於冇儀式感，等於唔新鮮，甚至覺得食落肚唔夠暖胃。但今晚我要話你知一個令好多人驚嘅事實，當你覺得熱湯入口唔燙嘴，你條食道承受嘅溫度可能已經超過極限。國際研究機構早就講清楚，飲食超過65度嘅熱飲熱湯會增加患上食道癌嘅風險。呢個行為已經被列為 2A 類致癌因素。聽到致癌兩個字，你可能會覺得誇張，食餐安樂茶飯點會搞到咁大件事？今日呢條片就係要同你講清楚，點解你口腔覺得唔辣，但嗰條食道已經傷到入心入肺，仲會埋下隱患。真正健康又好味嘅熱食到底應該點樣食？呢條片絕對係乾貨，內容非常實用，記得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分享俾你身邊最中意食熱嘢嘅朋友。可能有人會反駁，65度有咩咁緊要？冇人日日飲滾水，但事實係好多人都係咁食，只係自己唔知。每個人對溫度嘅感覺完全唔同，同一碗湯，你覺得熱到飛起，另一個人可能覺得剛剛好，甚至70度都冇問題。最麻煩係中意食熱嘢嘅人，對溫度會越嚟越遲鈍。今日覺得夠熱，聽日就要再熱啲，因為條舌頭已經習慣咗。但醫學研究發現，每個人對熱嘅通過反應會受年紀同性別影響。你覺得唔辣嘅熱湯，其實已經到一個危險溫度。有報告分析過千人嘅飲食數據，發現有一層人覺得60幾度咖啡係凍，要去到70度先覺得熱。所以人類對熱嘅感覺非常不可靠。最老命嘅係嘴巴覺得唔辣，唔代表食道都覺得唔辣。食道對痛覺非常遲鈍，就算被熱湯辣親，你都冇明顯感覺。但同時食道黏膜又非常之薄，當湯水激進或者超過60度，就會將食道黏膜辣到一塌糊塗。你想象一下，平時只手被滾水輪親，會起水泡，會脫皮，會痛，要時間復原。食道黏膜受傷之後都會自己慢慢修復，但如果你餐餐都食咁熱，條食道就會不停經歷一個恐怖循環，受傷、修復、再受傷、再修復。呢個不斷修復嘅過程就係你不停攬一個未好返嘅傷口，傷得越多，細胞就越容易出錯，最後就會大大增加食道癌風險。有權威研究首次發現，當食道細胞不斷受到54度以上熱力攻擊，身體裡面一個熱力感應開關就會被強行打開。呢個開關一旦啟動，就會刺激食道裡面嘅細胞瘋狂繁殖，細胞生得太快太亂，最後就會變成癌細胞。呢個過程聽落好遙遠，但其實每一日都發生喺啲長期飲超熱水或者食極熱嘢嘅人身上。點解條食道咁脆弱？因為食道係一條大約25公分長嘅單向隧道，負責運送食物落胃。好多人以為食道同胃一樣咁硬，但呢個係極大誤解。胃壁有一層好厚嘅黏膜，會分泌大量胃酸同黏液，抵擋強酸同各種刺激。但食道表面嘅鱗狀上皮細胞好似一張好薄嘅宣紙，完全冇保護層。佢嘅職責只係負責運送，根本冇預計過要承受高溫。當超過65度嘅熱湯經過，就等於用滾水直接淋落張宣紙度，一燙就爛。以下呢幾類食物，大家平時肯定食唔少，但保溫能力同破壞力極度驚人。第一位就係茶餐廳鐵板餐黑椒牛扒上台嗰陣，吱吱聲的確好有氣氛，但鐵板溫度往往超過100度，上面啲汁不斷飛騰，好多人貪快，一上台就切一刀擺入口，塊肉表面睇落熟咗，裏面包住嘅油分同汁液高達70-80度，一咬開高溫汁液直接辣喉，絕對係慢性自殺。第二位係冬天必食嘅煲仔飯，瓦煲保溫性能極好，即使離咗火，煲底依然保持接近90度高溫。好多人中意即刻舀起啲飯，由喉嚨一路落到胃，覺得好有快感。其實條食道已經被辣到紅腫一片。第三位係街頭嘅魚肉燒賣。呢類食物因為加咗大量生粉水，形成一種高密度膏狀物，有個致命特點，外面散熱快，表面睇落冇煙，以為已經攤凍，但其實裡面依然維持70度以上，
一旦吞落去，呢個高溫膠狀物會黏住食道，慢慢燙粉，延長高溫燙傷時間，破壞力比飲熱水大幾倍。第4位係西餐廳嘅酥皮湯，上面塊酥皮好似個蓋，將湯裡面熱力同蒸氣全部鎖死。當你用匙羹篤穿塊皮，湧出嚟嘅蒸氣分分鐘可以辣傷嘴唇。如果你心急飲啖湯，充滿油脂嘅高溫液體絕對會令你食到瘋狂投訴。講到呢度，一定有好多老人家或者注重養生嘅朋友會反駁，中醫自古以嚟都叫人飲暖水、飲熱湯，可以暖胃驅寒。你而家叫人攤凍先食，係咪同養生背道而馳？呢個係一個非常普遍嘅誤解。中醫講嘅溫熱同世界衛生組織警告嘅高溫完全係兩回事。中醫所指嘅溫水大約係攝氏35到40度，即係同體溫差唔多。入口係溫和舒服嘅，呢個溫度嘅水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對脾胃有益。但中醫從來冇叫你飲60度甚至80度辣嘴辣喉嚨嘅滾水，將高溫辣嘴等同於養生暖胃，絕對係曲解。香港人仲有一個超級危險嘅飲食習慣，就係又辣又熱。麻辣火鍋、水煮魚、重慶烤魚越嚟越受歡迎。你要知道，辣椒裡面有一種物質叫辣椒素。當你口腔同食道接觸到辣椒素，會產生一種痛覺，大腦為咗減輕痛楚，會分泌令人興奮嘅多巴胺，令你有種爽快錯過。但研究發現，辣椒素會令身體對熱度敏感度改變。原本你可能覺得60度好熱，但食緊麻辣湯底時，麻痹咗嘅神經令你飲75度熱湯都唔覺得燙。結果高溫加辛辣雙管齊下，辣椒素引起食道黏膜發炎充血，高溫就直接殺死脆弱細胞，那個死亡組合會令食道癌風險幾何級飆升。點解明知會辣嘴，人類仲會越熱越想食？呢個牽涉到心理同生理嘅反應。首先係多巴胺上癮，易食本質上係對身體造成輕微傷害，大腦受到痛楚信號會啟動保護機制，分泌快樂荷爾蒙安撫你。久而久之，好多人就會對呢種辣完之後嘅快感上癮。你以為係好味，其實係身體依戀高溫刺激帶嚟嘅興奮。呢種上癮機制同飲酒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如果真係不幸長期食熱嘢，令食道細胞變異過程係點發生？你可以想象一間工廠，原本工人每日按部就班，但老闆每日放火燒車間，工人每日要救火，然後瘋狂加班重建。日復一日，工人開始精神崩潰，重建過程中開始出錯，磚頭亂咁砌，起初可能只係幾塊磚圍咗，慢慢成幅牆都壞晒，最後結構徹底失控，變成一隻周圍吞噬增長資源嘅怪物。呢隻就係癌細胞。最慘係隨住年紀越大，身體修補 DNA 錯誤嘅機制會越嚟越遲鈍，自我修復能力直線下降，變相令癌症更加容易爆發。萬一真係患上食道癌，後果比你想象中痛苦好多。食道癌5年存活率偏低，因為通常發現得遲，治療過程非常折磨。如果做手術，醫生好多時要將大部分食道切除，然後將胃拉高，重新接駁術後，消化功能會大受影響，食少嘢就飽飽，容易胃酸倒流、瞓低，隨時有酸水湧上嚟。有段時間只可以靠維管束營養液，為咗貪圖幾秒鐘熱辣辣嘅口腹之欲，要付出咁大代價，值得咩？香港人仲有個壞習慣，就係食得快，返工放飯得1個鐘，好多人20分鐘擺入口，滾兩滾就吞落肚。如果你中意食熱嘢，同時又食得快，對食道傷害簡直超級加倍。因為食嘢時會經過口腔咀嚼，本身係一個降溫過程。你慢慢嚼，口水同空氣會幫食物散熱，但如果你食得快，食物喺口腔停留時間極短，吞落去嘅溫度根本冇降幾多，直接用高溫燙食道。所以為咗幾分鐘快感，係要食到付出極大代價。為咗等大家可以保護自己，我總結幾個實用保命指南，只要跟住做就可以避到大部分風險。第一招，等攤凍慢慢食，無論係啱啱煲好嘅湯，定係啱啱出爐嘅煲仔飯，離開火源嘅一刻溫度永遠最高。千祈唔好以為吹兩啖就可以吞攤多，一陣對食道有益無害。如果你真係想知夠唔夠凍，我教你2個簡單方法。第一個叫嘴唇測試法，嘴唇比食道敏感好多，你可以用嘴唇輕輕掂一下食物表面，如果連嘴唇都頂唔順，就千祈唔好吞登多陣。
第二个叫手背测试法，用手背贴住碗边，如果仔细暖唔係辣，多數可以安全入口。第一招特別小心包馅高湯類食物，香港有好多嘢食表面睇落冇煙，以為安全一咬先知道裏面嘢都爆，隨時將口腔同食道辣傷。經典例子有流沙包、小籠包、灌湯餃、牛腩羊肉，仲有茶餐廳雞屎焗豬扒飯。呢啲嘢裏面鎖住大量高溫水分同油分，保溫能力極強，食之前一定要細細嚟咬開，或者用筷子篤穿，等熱氣散走先至放入口。第三招，戒煙同少羊嚼。蝦邊同羊角本身已經增加患癌機會，如果仲要食二嘢，簡直係自尋死路。香煙煙霧裏面有超過60種化學動物，會直接攻擊食道表皮組織，令細胞變壞。你食煙日子越長，數量越多，風險越大。酒精同樣會嚴重刺激食道。最恐怖係一邊食煙一邊飲酒，再加食熱辣辣打邊爐，3個因素加埋會產生極大破壞力，將你生癌風險推到頂點。所以為咗條命，煙一定要戒，嚼和面側面。第四招，少食醃製高鹽食物。好多香港人都中意食鹹魚、米菜扣肉、酸菜臘味，呢啲食物通常含鹽量極高，而且裏面可能隱藏化學防腐毒素。如果長期食高鹽醃製嘢，會不斷刺激食道黏膜，令本來已經受傷嘅食道更難受，仲會推高生癌機會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我食咗幾十年二嘢都冇事，點解要驚？食道癌最麻煩嘅地方就係早期通常冇明顯症狀，但如果你身體出現以下情況，一定要高度警覺，盡快睇醫生。第一，吞嚥困難，覺得嘢食卡住，越來越難吞固體食物，要養好多水仙裸道。第二，胸部後面、心口中間位置覺得刺痛或者有火燒心感覺，而且持續出現。第三，喉嚨成日覺得有嘢頂住，好似有痰，但又咳唔出，吞唔落。第四，無端端瘦咗好多，你明明冇刻意減肥，但體重跌得好快。第五，長期胃酸倒流或者喉嚨發炎，如果消化系統唔舒服，持續幾個星期都冇好轉，一定要去檢查。但要注意，症狀係身體最後警報，冇症狀絕對唔代表你100%安全。如果你年紀已經過40，又長期吸煙飲酒，平時無熱不歡，或者曾經有胃酸倒流，你屬於高危人群。就算你覺得行得走得冇唔舒服，我都強烈建議你主動登記做胃鏡，當埋個安心。準確嚟講，保護食道健康唔係叫你以後就可以食凍嘢，而係叫唔好盲目追求辣嘴刺激。真正健康又好味嘅意食應該係溫暖入口，食落舒服，唔好要食到一次又一次受高溫折磨。希望今日分享對你有幫助。下次夾起肥牛或者飲熱湯嘅時候，可以忍一忍，吹多2下，等幾秒，你對食道好啲，食道自然會陪你食多幾十年。好啦，今日嘅健康資訊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俾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捨得是福。